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邓家博。这两天对于热衷英雄联盟顶级联赛的玩家来说略显枯燥。LPL、LCK 联盟迎来短暂的休赛期，除了 T1、GN 全力备战2022 LOL 全球总决赛，EDG、RNG、LNG、DK 等队伍还在为世界赛门票拼尽全力。S12冒泡赛到来前，由 TS、GDG 众将带来的 LPL 夏季赛决赛，在9月1日率先开打，成为 LOL 召唤师关注的焦点。踏足含金量十足的 LPL 顶级联赛， TS 和 GDG 是多次交锋的老对手。在 LPL 夏决上演之前，两队就曾在 LPL 胜者组决赛相遇。当时 LOL 冠军打野小天率先发力，连续2局掌控节奏，再加上输出效率居高不下的阿水 JK 辣舞、黄金左手 Net，TS 直落2局拿到赛点。之后顽强的 GDG 吹响了反击的号角，在前 TS 上单369的带领下， GDG 实现不可思议的让2追3，成功锁定属于自己的下决席位。之后跌落败者组的 TS 完成自我救赎，在淘汰掉卫冕冠军 EDG 后，搭上了通往决赛的末班车。如今 LPL 夏决将至， TS 与 GDG 的2番战自然备受瞩目。是 TS 复仇成功，还是 GDG 双杀 TS， 捧起俱乐部第2座 LPL 冠军银龙杯？答案将在9月1日揭晓。为了捧起冠军奖杯， TS、GDG 众将提高了自己的训练强度，其中就有坐镇 TS 上路的大黄 Wayward。 不管面对的是369还是 EDG 圣枪哥 Flander， 年轻的 Wayward 都没能在对线期取得优势，临场表现远不及常规赛。此番再战斗志满满的369， Wayward 的训练内容明确，他开始高强度练习剑魔、刀妹、凯南、武器大师等版本强势英雄，想要进一步提升自己的英雄池。其中 Wayward 的凯南近期保持全胜战绩，竞技状态有所回暖。再看与之对位的369，闯入决赛舞台后，剑走偏锋的369苦练鳄鱼，希望控住上路线权，协助 GDG 野王 Kanawe 争夺峡谷先锋，以此帮助队伍提速。此外，武器大师阿卡丽等热门英雄同样得到上场机会。369和大黄Wayward在上路的博弈注定精彩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近6次交手 ，GDG 和 TS 平分秋色，各自赢下3场，两队实力有多么接近，可见一斑。不过，在2022 LPL 夏季赛阶段，风头正盛的 GDG 连续在常规赛、季后赛战胜 TS， 连斩 MVP 的369 Kanawe 牙膏表现亮眼， GDG 近期战绩占据优势。在 LPL 季后赛启用的 12.15 版本，峡谷先锋的重要性逐步提升，先行控下峡谷先锋的队伍往往能够提前进入推塔节奏，在对线期取得经济领先，这也使得上中两路的线权更加重要。目前大黄Wayward和369都在苦练线上强势英雄，想要配合队友在前中期撕开对手的防线。狭路相逢勇者胜，当新生代上单Wayward再战厚积薄发的369，你看好哪位上单选手制霸上路？值得一提的是，在 LPL 夏季半决赛的时候， S11 冠军战队 EDG 因为被 TS 零封的关系，引起了网友的极大关注。尤其在 BO5 的第3局， EDG 前期锁定1万经济的大优势后，却意外输掉了团战。然而随着赛事纪录片的曝光，有一些细心的网友发现，原来影响 EDG 全队心态的并不是选手，而是战队的主教练与管理层。在这则赛事纪录片中，我们能明显的看到，在 EDG 被 TS 打至0-2的情况下，主教练茂凯与助理并没有及时做好选手的心理疏导工作，反倒是化身压力怪，开始责备与甩锅选手的团队配合。先别说对面打得有多好，我们打得有多差，说真的，他们很多波其实不想跟我们打团的，反倒是我们自己的失误比训练赛还多。最后主教练跟助理还爆出了一则新的电竞圣经，那我们凭什么赢嘛？直接把 EDG 全队都给整抑郁了。这也难怪选手会在后期因为压力过大的关系变得束手束脚，不敢去操作一波决胜团。
这才重现了 EDG 领先1万经济还被翻盘的名场面。事后，网友扒出了这位主教练的黑历史，他是在 EDG 成绩最差的时候选择了离开，又在 EDG 夺冠之后开始在网上各种邀功，搞得 EDG 不得不又请回此人来管理战队。结果自打他回来之后， EDG 就又开始患上了畏首畏尾的病症，打法风格越发保守了起来。有趣的是，在负面舆论甚嚣尘上的时候， EDG 前任主教阿布还开着直播喷了一波现任茂凯的失误。阿布称，茂凯是所有人的意见想法都愿意去听，这在比赛过程中就显得十分致命，因为主教练就要很清晰果决，才能给选手安全感，而不是各种给压力。同时，阿布还透露了 EDG 藏了一些战术没有用出来，主要也是因为教练的 BP 没有给选手创造合适的环境。当然，这也跟 EDG 战队本身准备的牌不够多有关系，大家还是要努力去争取下 S 赛的门票。不知道你对 EDG 主教练被爆出来的压力名句电竞圣经又作何看法呢？不知不觉，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已经走过了10个年头了。而作为全球范围内都享负盛名的一项电子竞技项目，英雄联盟绝对是独树一帜的存在。而拳头显然是想将全球总决赛的下一个10年也办得更加出色。而在步入下一个10年的2022全球总决赛上，拳头决定更换一座全新的召唤师奖杯。8月29日晚，英雄联盟赛事官方按照此前的预告，正式放出了新版 S 世界赛冠军奖杯召唤师奖杯的宣传视频。然而在看完后，几乎是全网都在吐槽难看丑，不如之前，瞎改什么玩意儿，也是出现在各大论坛中。不过在海外的论坛上，对新奖杯大致很包容，比如有的网友就表示5个握柄是个不错的设计，这样夺冠后一人抓一个就可以轻松举过头顶。从2012年 TPA 在世界赛上夺冠开始，这座冠军奖杯就伴随着每年的全球总决赛出现在我们的面前。10年过去了，它承载了太多的冠军时刻，每一张捧杯的背后都叙述着一段精彩的夺冠故事。英雄联盟历史上召唤师奖杯一直只有1座，冠军战队基地存放的其实都是复制品。为了凸显其价值，新的召唤师奖杯还篆刻上 S2 到 S11冠军的名字，那些曾在世界赛舞台上力克群雄的队伍和选手将被永远铭记。由于 S12 的世界赛冠军还未决出，所以这一栏是空着的。然而 G2 却已经迫不及待将自己全队的名字给刻上去了。搁在别的队伍身上，高低得被嘲讽是虚空冠军，可大家一看对方是整活大王 G2， 那就没事儿了。目前 LEC 的季后赛虽然没有打完，但 G2 已经锁定 S12 世界赛席位，1个月之后全球观众就能验证一下他们的成色了。那么大家觉得今年哪支队伍的名字会被写上去呢？